今天我们来聊一个秋冬限定的经典法式甜品——栗子蛋糕蒙布朗。120年前啊，巴黎昂泽丽娜茶室的创始人、甜品师安托万开发出了这款甜点的原型。据说他当年也是 Coco Chanel 的心头好，而今天它更是成为了全世界栗子甜品的标准答案。那么100年间它如此流行的秘密到底是什么呢？让我们拆开来看看。它其实是由3层不同元素组成的，基底是法式的蛋白饼干，中间是打发的香气奶油，外层铺上的是面条状的栗子泥。这个看似简单的组合呀，实际上却是非常的巧妙。口味上，栗子的浓郁醇香迎面撞上了奶油的轻盈奶香，然后口感上呢，绵密、轻盈、酥脆，3种口感叠在一起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层次，就使得这个甜点在完整表达栗子香气的同时，做到了有趣。但是，如果你是第一次吃这个正宗原版的蒙布朗的话，你大概率会被甜到怀疑人生。首先，我们说的这个法式蛋白饼干，传统配方的含糖量一般是每100克蛋白要搭配150克的糖。然后我们再看看栗子泥。这个传统配方的栗子泥，每100克有50克都是添加糖。这样讲可能你们没什么概念就我们平常说的全糖奶茶，每100毫升里边也才10到20克糖。所以堆起蒙布朗的绝对不是阿尔卑斯山的粉雪，而是致死量的白糖。那么时过境迁，在饮食观念早已经大不相同的现在，当代的巴黎的各位法甜大师们会怎么样给这道经典甜品赋予新的生命呢？其实我们的谜底早已经藏在谜面里了。嗨，我是喜欢带你们探寻美食的肉仔肉。今天我将带你们一起在巴黎来一场蒙布朗大巡游，让我们一起吃懂一道经典甜品的100年进化。在开始之前遵照咱们吃懂系列的惯例，我会根据以下10个点来对今天的蒙布朗进行打分，并秉持着咱们频道的一贯宗旨：出品高低见功力，口味毫无凭心意。那么咱们废话不多说 ，Let's get started。要带你们去的第一家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家宝藏社区小店，老伙伴们可能还记得去年的初夏，我顶着冰雹带你们来吃了他们家的千层酥和惊为天人的孔泰芝士蛋糕。而这1年以来Yuki 和 Lumi 继续稳扎稳打，收获了颇多业内外的好评。这一到周末就排起的队伍和刚过中午就没剩几个的甜点，就是最好的证明。幸好我有打电话提前预留一个他们秋冬季的招牌蒙布朗，否则排在我前面的这几位老哥老姐一人点一个，我还真就有可能吃不到了嘞。这个就是我们的蒙布朗啦，非常经典的造型，然后上面有5朵柚子果泥，让我们现在切开来看看。你们看切开这个结构，它其实真的并不复杂，它非常好的遵从了传统蒙布朗的经典元素，一个是厚厚的栗子泥面条，然后还有一层厚厚的香气奶油。首先它的栗子泥它是条条分明的状态，就说明它的水分很少，栗子的风味非常的浓郁。然后甜度控制的很好，几乎是我们平常吃的糖炒板栗的那个甜度，所以完全不会觉得腻。然后就是这一层厚厚的鲜奶油，几乎没有加糖。我觉得它的鲜奶油里边应该是有加一部分的马斯卡彭的，不然是达不到这个硬挺程度的，而且奶香味也不会这么浓郁然后就是下面这块栗子蛋糕。非常的香，很扎实的口感，里边有一些板栗的小颗粒，给到了更多的板栗的香味。而且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它在这一层里边加了朗姆酒，是完全没有抢到栗子本身的香气的，而是起到一种打辅助的作用。然后最后就是下面这层酥饼它其实是一个达克瓦兹。我觉得它聪明的地方就在于达克瓦兹是蛋白加杏仁的这个组合，它就完全做到了在保留酥脆的情况下，弱化了蛋白饼里边糖的含量，然后再加上它顶上的这个非常浓郁的柚子皮和柚子汁儿熬成的柚子凝胶。这家甜点店它对现代蒙布朗的解题思路就是2点：第一，减糖；第2，用柑橘料元素去解腻，包括它蛋糕里边的朗姆酒也都起到了非常好的解腻的作用。就是你整口下去，首先它的甜度评分做得非常非常好，然后第2是它整体的味道呈现非常的纯粹，然后味道搭配逻辑也非常的棒，点睛的柚子非常好的提升了整体的风味层次，制作也非常的棒，造型很经典，我觉得这是个完成度非常非常高的蒙布朗，并且解题思路正确，所以我会毫不犹豫给这个蒙布朗满分10分，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出品。
第二家店啊，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哈，背靠着常年霸榜米其林和50 Best 的网红餐厅 Septime， 出身名门的甜品店 Davisserie， 蒙布朗作为他们秋冬季的经典甜品之一，我非常好奇，顶尖明星主厨们又会怎么样来解创新这道题呢？哦，好脆哦！下面是蛋白饼是吧？哦。它内容其实不复杂哈，从上到下分别就是栗子泥、奶油、果酱，然后蛋白脆饼。让我们先来尝尝味道吧。很有意思的一点哈，它是拿那个法国这边很常吃的一种酸奶白奶酪去替代了奶油，所以它那个发酵的酸度其实是有很好的去平衡这个甜感。然后中间有一坨蓝莓果酱。这个也是非常经典的搭配哈，这个在成都法甜那一期，烂李子也是同样的做法，然后它外面是很绵密的栗子泥，有把壳放下去一起煮一下，里面是有壳的味道，你能吃得到稍微有点苦味的，甚至是单宁，对，就是单宁。你单独吃栗子的味道蛮浓郁的，但是就整口吃的话，其实我还是觉得它奶油跟果酱的味道会盖过栗子的味道。其实我会觉得它栗子比例有点不够高，所以你吃起来整体的味道其实没有那么突出，我觉得栗子味。然后它蛋白霜底层其实疑似撒的有栗子粉或者是香料粉哈，但是没有太吃出来味道。总的来说呢，我觉得它很直给，这个跟他们家其他甜点是一脉相承的风格哈，但是栗子味呢稍稍差了那么一点，是个很好的出品。解题思路上呢，白奶酪这一点确实让我非常的惊艳，性价比也很高，所以综合下来的话，给到8.5分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第三家店啊，是一家坐落于潮人云集的马黑区的炙手可热的咖啡店。然而他们家的咖啡师老板啊，却有着一颗当甜点师的心，以至于来这里喝咖啡都变成了大家的第二选择，而第一选择便是坐下来好好品尝一下谢夫制作的盘式甜点。蒙布朗便是他们广受好评的招牌甜点之一。那么这位不务正业的咖啡师到底会有着怎样的奇思妙想来重塑蒙布朗这道甜点呢？他们家的蒙布朗啊，跟其他家最大的区别就是在于它是现制的，它能最大程度的保证该脆的脆，该软的软，该热的热，该冷的冷。那我们现在就来试试吧。不得不说哈，这种盘式甜点发挥的空间真的就非常的大。这一盘蒙布朗给我的第一印象是2个字：有趣。就是它组合了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的元素，你也能看得出来，这个甜点主厨他想的考虑的真的是非常的多哈。首先最外层是一层非常轻盈的。他说是用艾草复位了的慕斯，就是给到了一个入口即化的清新感。然后上面有一些它磨碎的夏威夷果，然后再往下哈，咬开那层慕斯之后，它的核心层就露出来了，是一块巧克力焙茶做的冰淇淋。但我说实话，焙茶的味道还不错，巧克力的味道稍稍就差了一点。然后这坨冰淇淋在里边其实是一个口感层次的过渡，并且给到了一种冰爽的感觉。然后在外围你可以看到是一圈栗子泥，但说实话，它的栗子泥并不多，而且甜度真的很高，而且稍稍有一点苦涩感，你明显能看得出来它的水分就大得多。所以我判断它这个栗子泥是市售的那种罐头装的栗子泥。然后再往下，它铺的有一些法式的蛋白饼干，提供那种脆感，然后里边藏的有一些有趣的东西。首先它加了一些日本柚子的凝胶在里边，提供了一种酸鲜感。然后它里边还埋了一些整粒的夏威夷果，是烘烤过的。因为是盘式甜点的原因嘛，所以酥脆度保持的还非常的好。然后最下面它垫的是一层达克瓦兹，他说是用榛子去做的，你能够吃得到还 OK 的榛子香味。但是这个达克瓦兹应该是放的时间比较长了，它有一点回韧了，不脆了。所以整体来说，用艾草焙茶跟柚子来解题，思路完全没问题。有趣的元素真的是非常非常多，但是每一个元素你单拆出来看呢，有些做得好的，有些做得不怎么好的。而且我觉得作为一个栗子为主题的甜点，蒙布朗类的甜点的话，栗子泥的量实在是太少了，栗子的香气不突出。它是一个好玩的甜品，但是它不是一个顶级的蒙布朗。所以在我这里的话，我觉得我能给到7.5分吧。然后最后价格的话他们家的蒙布朗单个是13欧，价格是其他的差不多1.5倍，接近2倍了哈。作为尝鲜可以来试一试。我们吃到的另外几个质量还是高太多了，大致就是这样。
最后一家店是传奇大师皮埃尔·埃赫迈的得意门徒，以极简设计和细腻味道，始终站在甜点界第一梯队的巴黎甜点女王克莱尔·达梦。老伙伴们应该还记得，在我们的赤冻柠檬塔系列中，她的极简柠檬塔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那么，作为他们家的招牌蒙布朗，这位甜点女王到底又会以怎样的姿态重新定义审美与风味呢？你们可以看哈，这个甜点真的是完全延续了它一贯的极简风格。你要不看名字，我真的都无法说它是一个蒙布朗。上面稍微点缀的2块，一个是栗子泥，一个是黑加仑。这个呢倒是透露了它里边的2个重要的元素哈。那我们现在就来把它切开看看。不得不说啊，大师就是大师，内有乾坤。首先铺底的你们可以看到是一层很厚的果肉含量很高偏干的低糖的黑加仑果酱，然后上面是一层法式蛋白霜提供脆感，再然后是蒙布朗的主体栗子泥。但它有趣的是它里边还嵌了一些整粒的糖制栗子，提供更干香的栗子的口感哈。外面包的是一层奶油慕斯。之前带你们去吃他们家的柠檬塔的时候，你也会发现哈，它的柠檬塔也是一反传统的把蛋白霜做在了里边，把柠檬酱做在了上面。蒙布朗也是一模一样的套路，把原本大家都是挤在上面的那个栗子泥埋在了中间。我只能说真的是很有甜点女王自己的风格吧。让我们先来试试味道。哇，我第一次想用清爽2个字来形容一个蒙布朗，非常有它的自己的特色，我的天。首先减糖方面，超级酥脆的沙布雷塔里几乎不甜，那层黑加仑果酱吃出来真的几乎是一点糖都没加，完整的保留了黑加仑的那个酸度哈。然后我们说传统的法式蛋白饼干哈，糖度应该是在150%左右，它这个我感觉至少是砍了一半，就真的是甜度非常的低。但是确实它的结构不如传统的法式蛋白霜那么的酥脆硬脆，它是有点接近于那种脆脆的泡沫的感觉。然后上面这层栗子泥甜度也很低，基本上吃着就像是我们平常吃的糖炒栗子的这个甜度，然后非常的干香，栗子的香味又很完整。外面的这层奶油慕斯同样的也是一点都不甜，所以整体搭配起来，它的味道逻辑是清爽奶香果香，然后在你咀嚼了之后，蒙布朗本来的主角栗子的味道才在你的嘴巴里面扩散开来，就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有甜点女王克莱尔·达梦自己特色的很棒的一个出品。我觉得主观评分的话，我愿意给到9.5分。唯一的一个点我觉得它整体的表达很细腻，但是呢，栗子的香气就相对的弱了一些。就从一个栗子甜点的角度上来说的话我希望它的栗子味是更加的占主导一点的。确实是巴黎第一梯队的大师，也是传说中的甜点女王，厉害。好了，一下带你们吃了那么多款巴黎大师们制作的蒙布朗不知道你们最喜欢的是哪一款呢？弹幕留言评论告诉我吧。其实通篇看下来我们就不难发现，所谓的解题思路，在每一个大师傅心里边其实都非常的明白，主旨就是通过减糖和一些清爽的，例如柑橘或者是青草类的元素来达到降低甜感和解腻的效果。其实这也非常好理解因为120年之前，在蒙布朗刚刚被发明出来的那个时候欧洲也才刚刚点亮了大规模制糖这个技能，所以糖和各类高糖高油的甜点就是那个时候的人们对幸福美好生活的具象化的体现。而随着现代饮食观念的革新控糖成为了一个必要的需求，所以法甜界的共识就是选择了降糖来表达出更精细、更多元、更多层次的味道。所以这也是我一再告诉你们的，甜点作为饮食文化重要的一部分它代表的不仅仅是人们对食物的偏好，更是历史进程以及文化演进的一个具象化的表现。大致就是这样。如果你还喜欢这一期视频的话，请记得一定要帮我点赞、转发、投币、收藏、一键3连。如果你还想跟我一起去探索和制作更多的美食，那么请你一定要记得关注和订阅我的频道。那么咱们这期视频就先这样，下期视频再见 ，Peace out。